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请君首播破纪录，任嘉伦原声又被质疑，张杰演员是要成长的。任嘉伦、李沁主演的《请君》已在爱奇艺完成首播，首播当日便刷新多项纪录，更是引得官博与平台接连2次发布战报。出品方也亲自为《请君》盖章认证，可见是肯定了该剧的好成绩。那么作为爱奇艺2022年首部首日热度破7000的剧集《请君》到底有何魅力？刷新着纪录的同时，也引来观众的热议呢？01题材新颖，剧情清洗，更新方式友好值得追。剧情好新颖，节奏也快，男女主颜值演技在线。剧情目前还算顺利，整体看起来算是线下很用心之作了。设定很新奇，剧情很有意思。请君首播当日便好评如潮。从诸多的好评来看，观众对于该剧的题材、剧情、演员演技、演员颜值等都抱以认可的态度。而这或许也是请君首播当日能够热度爆表、破平台纪录的关键原因。题材新颖，剧情清洗。请君作为一部民国奇幻剧，其题材新颖之处当属奇幻的部分，而这奇幻的设定集结在男女主的人设上，也构成了请君好看的关键元素。任嘉伦饰演的男主陆岩本是1000年前的将军，战无不胜，所向披靡的同时，更是兼具毒舌与温柔2种特质。为救心爱之人，男主陷入了1000年的沉睡，1000年后为爱重生。陆岩随之苏醒的同时，口嫌体正直的人设却依旧不改。而李沁饰演的于登登，前世本是神女云溪，后转世为人，成为了清泉寨少寨主于登登。所谓的少寨主，说白了就是女土匪，贪财与好色更是成为了于登登最大的人物特质。再见陆岩，于登登见色起意，立马就一见钟情。作为女土匪，求爱的方式也简单点，直接将陆岩抢了回去，拜堂成亲。由此2人横跨1000年的爱恋再次延续，奇幻加搞笑元素满满的同时，本以为请君会是一部言情剧，却不想是一部轻喜剧。演员颜值加演技在线，剧集质感浓。任嘉伦加李沁的主角团配置为请君奠定了基本盘，不仅只是因为男帅女美，更因为演技双双在线。而从首播的观感来看，请君的剧情节奏紧凑，还未出现注水情况，围绕男女主铺设主线剧情，也不影响观众的观剧体验。此外，在广电强调不得过度使用滤镜后，请君的滤镜呈现依旧质感满满。期间仰赖的自然是演员的状态在线，导演的审美出圈，无需过多的滤镜修饰，也能够凸显剧集的美感。更新方式友好，22天变大结局。最后不得不提的当属爱奇艺的更新方式友好。在请君官宣时，对于该剧的更新方式也有不少网友提出质疑。只因请君首播便上线6集不说，更是采取连更7天的方式与观众见面。10月6日请君便将迎来大结局，总共36集的剧集也将用22天就完成收官。在不少人看来，更新时间过短，剧集热度还来不及发酵，显然有点抬走的意味。但了解过爱奇艺更新方式的话，这不过是平台的基操罢了。而有别于优酷、腾讯被人诟病的播3停4的更新方式，爱奇艺的更新方式显然更加友好，也更为观众接受。在《祝青好》《苍兰诀》等热剧中，爱奇艺都已尝到了甜头，这才是爱奇艺坚持这样更新方式的原因。对于请君而言，目前从剧情、演员演技等方面来说，都是形势大好。数据是观众对于该剧的认可，
也点燃了观众的追剧热情。02，任嘉伦原声又被诟病，不过已有提升。不过在诸多好评中，依然也有差评出现。其中，任嘉伦的原音当属众矢之的，也成为了网友的差评之最。其实，作为大热男演员之一，任嘉伦的原音问题向来都是网友讨论的焦点之一，热搜上过不少不说，更是引来网友的热议。要知道，声、台、形、表是演员的4门基本功课，声即声乐，台则是指台词，形是形体，表自然是表演。若是做到声、台、形、表都过硬，那自然是当之无愧的好演员。此间仁义的诸多老戏骨，诸如濮存昕、宋丹丹、梁冠华、何冰、冯远征、吴刚等都必然榜上有名。而声、台、形作为表的专业辅助课，更是需要演员下苦功夫去练习，去积攒技巧与经验。可惜，线下的不少演员，不管是科班还是非科班出身，声、台、形、表显然都是不过关的。台多数要借助配音，形则驼背、弯腰避线，表是五官乱飞，尬演技穷出，就更别提声了。声、台、形、表具过关的新生代演员在少数，而任嘉伦作为非科班出身的演员之一，在演员之路上确实拥有天赋。当然，不少人会拿任嘉伦的身材比例说事，但《大唐荣耀》《锦衣之下》《周生如故》等诸多热剧的到来，则证明身材缺陷可以修饰。古装美男的完成度是靠脸、靠演技，也靠服道化。而为正统修习过声、台、形、表的任嘉伦，在声、形、表3项都拿得出手，可惜却在台1项上败下阵来。众所周知，张杰是任嘉伦的御用配音。《大唐荣耀天机之白蛇传说》《锦衣之下》中，任嘉伦的配音工作都是由张杰来完成。而张杰作为专业配音演员，其声线与角色完美贴合的同时，更是为角色增色不少。然而，到了《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一生一世》等剧中，任嘉伦使用原声就要被骂上热搜，更是有不少网友指责其没有练好一个演员的基本功。但原声不好，并不是任嘉伦一个人的问题，亦成为不少新生代演员的通病。为此，配音才成为了不少剧方的选择，省时省力，还能凸显角色。可是，配音带来的后遗症便是角色串戏边疆，张杰、乔诗宇、季关林占据了半壁江山，演员更不会在台词上下功夫。相比之下，任嘉伦一而再再而三地采用原声，广电以前没要求，即便被骂也在不断的挑战。气虚、语调平淡、缺少抑扬顿挫等，确实是任嘉伦原声的缺陷。但从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到一生一世，再到请君，确实也看到了任嘉伦进步的程度。对于请君的原声出戏，照旧让任嘉伦走上了风口浪尖。甚至还有网友提出，为了角色好，还是用配音的建议。但就像张杰曾说的，演员是要成长的，将来他必须给自己配音，否则也对不起演员这俩字儿。任嘉伦显然在贯彻张杰的这一建议，即便知道用原声会被骂，即便知道自己的原声有缺陷，任嘉伦还是选择不断的尝试，这亦是成长的必经过程。请君做不到，下一步肯定行。相比形、台、表都在敷衍的演员，任嘉伦这样的态度才是一个合格的演员。对此你如何看？你看了请君吗？你觉得请君中任嘉伦的原声台词有提升吗？